我觉得过去有很多的规划案，可是那规划完，其实整个使用的都市计划的变化都还没有开始。那在我上任以后，我们现在就不做规划了，不要永远都一直在规划了，我们就开始去做。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今天的单元我们特别要访问的是基隆市长谢国良。那我想趁这个机会呢，来跟谢市长来聊聊。那么在这段时间，他所看到的基隆，而基隆未来的发展，包括现在的捷运呢，大致上初步定案。那基隆的捷运的延伸，跟未来的七堵的开发，那么现在也包括原来的基隆的在港边的发展，我相信大家都很想了解。那么谢市长现在的治理基隆市呢，他的内心的想法。市长好。社长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以及产业状况，成为财讯粉丝团，也就是财团的一份子。或者你也可以针对喜欢的节目抖内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今天请你来到我们摄影棚也是让你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上任以来，基隆你做了哪一些努力，然后未来的发展的方向，我想这个来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好，谢谢。那我们大体上有做了几件事。第一个，我们想把这个城市的环境变得比较友善，所以我们推出了行人友善。现在基隆已经算是全台湾里面的这个县市行人文化里面是最友善的。现在车子都会让行人。那我们从就任以后的10天我们就一开始推动这方面的事情。第二点就是说，我们想打造让亲子好玩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已经打造了2座室内儿童乐园。现在市长你知道，现在很多外地的爸妈都会带这个孩子来基隆玩，因为就是来我们那个室内儿童乐园，它是有商业等级的设施，但我们却是社区免费使用。那最主要就是产业，因为我们今天来到社长你这边一定要聊产业啦。那产业我们现在就有这个几个大的战略，就是我们在七堵，我们是要做航运，因为大家都知道阳明海运在七堵嘛，我们在选前就有跟很多的市民朋友就说明，我们会以阳明海运为核心，现在周边2旁我们都有整理出一些区域，未来共同发展像阳明海运一样的航运产业的企业总部跟供应链的一个办公室。那再来6堵，我们做全面的工业区的立体化，然后5堵做这个沿着捷运发展，像内湖科学一样的厂办办公室。所以大体来说，我们现在也跟行政院在这个捷运的方面也谈得差不多，也谢谢行政院的副院长郑文灿，他也在这个过程中给我们很多帮助。所以我们现在等于来说，我们是沿着捷运的中间的几个站做共构及开发商业跟产业办公的能量，然后在港区的部分，我们做更多的油气、观光、亲子，因为很多你知道像美国 Santa Monica 啦、英国伦敦啦、法国巴黎，其实现在很多港边都有摩天轮等等的游具，那我们就是做一些可以吸引更多人到基隆来玩。总之我们希望港区市中心有很多娱乐休憩亲子，然后沿着捷运的路线几个站，我们做大的产业聚落的发展，这个大概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政策。现在刚才市长讲到这个滨渔港现在是大家都会去打卡了那原来这个也是国际基隆港，也是国际的游艇的停泊的港口嘛那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经过这个疫情的3年，很多游艇都停航，那现在我看都陆续都在开航了。开航以后呢，我们如果以基隆来讲，第一个停泊的地方很可能就基隆港。那他上岸之后呢，我相信他也从基隆开始。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让旅客在登陆基隆之后呢，能够比方说在1天游里面，能够让基隆有更丰富的这个旅程，然后把这个游客吸引在基隆？是市长刚刚讲到邮轮的部分就是说下船来能够留着让他能够消费，这个是绝对一定要做的。因为其实有统计数字讲，他们只要一下邮轮，平均的消费大概都在100多块、200块美金，但他不会住在这，因为房间就在船上。对。所以我为什么发展就是说在港区在下船看得到的视野的附近，就一定要有游具跟油气的功能。因为假如你没有在第一时间的那个第一个地点让下船的旅客看到说这附近有我想要去逛的地方，他可能一个车就载走了去101去故宫，因为我们跟台北竞争力是没办法比的。所以我们的优势就是在地理位置，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沿着我们的港区那个么字形要建构更多好玩的。我觉得
得再给我们一点时间，等到明年暑假的时候，我相信整个港边的这个环境让邮轮会想要第一时间就留下来。因为你讲很多什么海鲜啊或其他的地点，不是没有竞争力，但是讲真的，你要跟101比，对，那是比较不容易。所以唯一能够吸引这个邮轮眼球的，能够吸引他的，就是他视觉上他已经看到了，他下船说，哎，那个地方不错，纵然你有游览车，我想先去那边走一下，让他有这样子的诱惑的话，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吸得到这些邮轮客跟他的附带消费，这也是我们目前就打算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好，第二个大概就回来看产业的发展。刚刚这个市长也提到，像阳明这个大楼周边那个7堵的开发，对，我相信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台湾有很多大的电子业的集团呢，其实都从大五轮出来。那现在呢，如果我们在未来7堵、6堵、5堵能够发展这种物流的功能就台湾其实我们最早集运中就6堵、7堵那一带是基隆非常有名的最早的物流中心嘛那现在物流中心有的搬到桃园去了，我一看桃园有很多那个物流都盖得很大嘛对。那现代化的不管电子商务或是整个产业发展，其实物流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那基隆原来就在这个上面，它一直以来都是基隆的强项了那现在竞争者当然增加了，我们如何能够更加巩固基隆在未来的物流中心的角色？是。桃园，我想社长跟观众朋友都很清楚，它有个桃园机场，对，它就可以带动相关产业跟物流相关的发展，因为很多是空运嘛。对。那我们基隆其实有很多报关啊，有很多船务啊，其实他们不管怎么样，他没办法离着基隆港太远，所以我们就是取向7堵这个地方，尤其已经有了阳明海运，它在去年的获利又1800亿，是一个世界级的企业。那我们就以阳明海运的周遭，把更多这一类的企业能够拉进来，因为就像我们讲的，他不会去桃园，为什么？因为桃园没有那种海港。那他在台北来说，可是他的很多细节的作业又跟基隆港有关。那你说以巴黎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基隆港的一个延伸，最起码在港务公司的管理是这样子的一个规划。所以我还是会觉得说，7堵有了阳明海运，我们周边这样左边有一个叫一德新村很大的1.5公顷的都更案，是港务局的。对，右边呢，我也特别拜托了我们内政部的次长花敬群次长，发展成为产业用地。总之这个部分，我相信如果全部都跟阳明海运一样升级，然后把它盖起来，一定可以创造数以千计，甚至有可能达到10000左右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规模的就业机会。当然这些盖需要一点时间，可是我们如果不现在开始准备，现在开始规划，现在开始做都市计划的变更跟产业的定位，到时候就没有办法迎接这些就业机会的到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积极来做。现在刚刚市长讲那个产业的定位了其实在这么多年当中，我也看到各县市大家其实都在竞争新的产业的发展你看到嘉义县，一方面呢，嘉义科学园区它也去争取到了，那同时呢，很短时间无人机的产业聚落也抓到嘉义县去了那台积电到了南科之后呢，其实你看到南部有一些像台南市原来叫这个文化古都它现在就叫科技新都了那高雄现在也不断招商，那我想基隆是台湾头我们到目前为止要特别请教基隆的产业未来发展的定位。谢谢社长那个您讲产业定位，这是非常的重要。那基隆有一些产业的定位是明确的，但有一些还要尝试。现在没有说是一定的很多东西都是要经过这个各种不同的尝试才会理清楚。那我会认为说，其实作为一个台北的替代方案，有着捷运，但是相对的办公区域又比较有竞争力。因为台北现在那南港，我听说可能很多新的这个办公室的租金已经都2500，将近到3000元。那你再过个5-6公里，就是我们的5堵基隆科技园区，进捷运大概只有3个站、4个站。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提供1000块以内的办公室租金的话，如果你用1000坪，1个月的差别就是200万。所以我觉得说，其实要用更有利的经济条件，然后利用捷运的共构，去争取台北办公产业的这个移植过来。而且我们在6堵，其实我觉得它现在很可惜它是全台湾最早的工业区嘛，但它完全现在都是平面思考，有盖起来的
并没有那么多。那我们现在鼓励它全面的立体化。您讲的刚刚讲大五轮，其实就是很多早期的企业发迹的地方，他们现在也充分立体化。那6堵的空间是倍数的大五轮工业区，但是它还没有做大规模立体化。我们最近就整理出来一块就在6堵工业区有2公顷政府的土地，现在在做什么你知道吗？现在在做仓库，而且是1层楼的仓库。我去看了，我都觉得相当可以。这2公顷，其实再加上我们的容积移转，很容易就可以盖到2-3万坪的一个这个厂办空间。那换算回来，就可以提供数千个就业机会。所以7堵、6堵，还有我刚刚讲的延伸过来，就是这个到的5堵，就是基隆科技园区，就是做内科的替代方案等等，都可以替整个大台北地区的产业以及他们的企业要增加竞争力、提高毛利的时候，一个很好的替代。现在产业的移转你看从内湖科技园区到现在南港，南港现在也往汐止的方向，像宏基那么几个大楼在那个地方艺术园延到最后，你记得到7堵是天经地义的事啊。我先讲先那个到细科过来就先到5堵，那才2公里多，所以一路延伸过来，一定是基隆可以做得到。我们也会好好的去，就是要做好准备啦。我觉得过去有很多的规划案，可是那规划完，其实整个使用的都市计划的变化都还没有开始。那在我上任以后，我们现在就不做规划了，不要永远都一直在规划了。我们就开始去做，把它开始去做都市计划的改变，然后开始准备让企业跟产业能够引进来。好，我讲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现在新市政大楼大概你也要招商的，就是说一方面它的经费预算从30几亿现在50几亿了拉高以后呢，很可能将来的新市政大楼类似 BOT 这样，你也可能需要一些企业来进驻，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大楼盖得更美周边可以发展。这个市长现在有什么想法？对，因为我觉得必须要用不同的思维去看待基隆财政的安排跟使用。我们现在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盖一个市政大楼就要花50亿。市长，我们现在没有50亿可以盖一栋大楼，所以我们有一块地点非常良好的一个土地，我们希望找良好的企业，例如像著名的保险公司等等，跟我们来共同的合作。那我们就做这个权利变换，等于是他们来盖，然后我们大家来分。那他如果能够盖成办公室，那对我们来说，这也是外地可以新增的就业。那市府的办公空间也透过他合建，我们出地，他们去租建设经费，然后我们做一个权利变换以后，我们可以拥有，可能没有办法拥有100%原来的办公空间，但最起码可以拥有50%。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换到了很多办公空间，等于是我们不要出钱，但是我们也可以更新我们市府的办公室。那在新北市府他们的第2行政大楼也有很成功的案例。所以这些很成功的案例都可以让我们去思考说，你政府财政上不要动不动就几十亿出去，你去思考说如何用一点巧思，如何跟民间良好的企业合作，来创造更多的公共空间，但是政府可以零出资，当然政府出了这些土地跟对方来合作等等，这个都是从大的市政大楼到小的区公所，甚至未来的里民的合作空间，这都是可以跟民间合作，但是政府零出资的一个好的方式。现在整个都市发展其实我对新北市我觉得我还是很肯定。我们一开始看板桥其实就一般的乡镇嘛，但是经过铁路的车站的规划到新市政大楼，板桥市变成新北市首善之区，而且它的那个整个天际线大楼盖得非常好，现在很漂亮。那我是想说，我们基隆将来如果这个新市政大楼盖好，它很可能变成一个基隆市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都心，让这个城市更美丽。我想这个是市长应该可以落实的。以目前来讲，新市政大楼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周边的这个发展的规划？市长有什么蓝图？新市政大楼呢是在基隆市的一个黄金区域里面。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在要做东柜西迁，因为基隆市现在东岸还有货柜场，所以最近在跟行政院沟通的时候，我们也把落实东柜要西迁当作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未来的都市计划的一个规划。因为我们希望东岸在市区以内这边全部都可以做人流、商业、办公因为它有第一排的基隆港的海景，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基隆市跟基隆港风貌转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石。所以能够把它改变以后，我想那边的整个环境就可以一路沿着就是中正路，未来我是希望改名叫东岸大道了，因为你也知道它的整个路宽，那整个规模面海，这个部分如果能
能够充分的转变以后，我觉得基隆港真的会有比过去再往下一阶段一个更不一样的风貌。那当然我们要搭配的全市的一个都市更新，因为过去我们基隆都更案件成功的比率相当少，可以说过去10年来可能只有3到5件吧。但我们现在全面的希望在最起码4年以内就会有几十件这样子的都更案，然后我们也建了一个府级的都更办公室。因为讲真的，你要什么东西去改变呢？还是要有人力，还是要有人推动，所以我们现在都在积极推动，让基隆全面性的能够都市更新。这个市长讲到都更啊，现在就是像台北，他讲说超过30年的老房子已经占大概比重72.9%。这个不得了啊！那基隆现在30年老屋，我觉得可能比重也蛮高的，应该比台北没有比较少，没有比较少啊。那其实我有一次上了狮球岭，我就从那个下面这样一路爬上来，我看很多比较住在那个山边的你会发现大家其实房子都老旧了那这个时候，我相信大家在推动都更的路上，基隆看起来是更迫切。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将来市长有什么新的发展跟想法？有，就是首先我们会投入更多的人力来进行都更。以前我们过去全市府大概只有3到4个人在处理这个都更案件，但我们要大幅的去改变它，我们要在基隆划定数十个甚至上百个都更区域，同时进行都更。再来，我们7月推出了一个新的容积移转的一个机制，因为基隆过去以来比较没有人缴，应该可以说从来没有人缴代金，然后可以让容移来发生，但前提是都市审议那个的区域的环境要适合。那过去没有，我们现在就来做，所以我们现在把整个容积移转的这个机制引进以后，是否有更多的收入？但是建筑界或者是开发商，他们能够透过容移，能够有更多的容积。过去因为基隆的都市计划，因为人口没有增加，它的都市计划一直都是相对的比较保守，容积等等也比较偏低。对，所以我想这方面我们要已经有一个这样子的计划，就是全面性的都更加上容积移转，又可以增加市府的收入。这2个政策我们希望同时来运行，让基隆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面貌。好，我想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就除了都更的发展以外，这个要特别跟市长来请教，就是说我们才算那个柯市长当市长的8年，大概人口净移出到24万多了基本上他本来是将近要挑战300，但是现在250以下这个就是说很多人离开台北市是因为高房价跟高的生活水平嘛这几年我也看到有人就搬到桃园，所以桃园人口净增加这些呢还有包括移到林口。那我是想说，基隆如果作为分散，对上班族来讲，他要找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活水平的一个城市如果将来捷运开通了，我可能在40分钟或者1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可以到台北上班。对，那这个情况如果都改善，那我相信基隆的发展，它会变成距离台北市最近，但是呢，它可能是一个在相关的周边的城市呢最亮的城市。那这个可能市长有机会能够做得到，这一点特别跟市长请教。我觉得我要让基隆生活起来更舒服。是，基隆现在没有好的百货公司，然后大家都去台北做它的基本的食衣住行的消费，然后孩子们没有太多好玩的地方。那未来我们会用创意创造出更多孩子们可以玩的空间，所以让父母带着孩子在基隆会快乐一些。然后市民的基本生活要有，所以我也会引进比较有具规模的零售业到基隆来，让大家觉得说我不用什么都要跑到台北去，但是最后回归到的最关键点的还是就业。所以我觉得基隆的就业过去10年是没有增加，但是从我现在开始，就算要增加，也要逐步的去打造就业基地。所以我可以说很清楚的，在5堵、6堵、7堵都赋予它很清楚的产业聚落的定位跟办公空间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产能，但是它都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短期我让基隆更舒服，长期我希望基隆可以变成一个就业的聚落。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基隆未来也还能是直辖市的一部分，然后再加上它已经好玩了，它已经生活有内容，然后它还有工作，这个才我觉得对基隆是好的一个发展。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在讲一个宜居的城市了所以我每次到基隆，其实基隆看得到了，比方说你在发展推动当地观光，你从正滨渔港，然后旁边阿根纳码头那其实我最近我跟基隆有很频繁的接触我最近把这个暖东峡谷我就从暖那个暖东峡谷那个步道我就走到10分了我感觉其实那个步道做得非常好。那我是想说，像类似
市这样的一个地方，一方面呢，它有一个居民游憩，像潮境公园整得不错哈。对。然后周边啊，我觉得我们到基隆有很多海鲜可以吃嘛哈。对。基隆能够带动外地人愿意来基隆观光，那我想这个整个发展，我相信慢慢落实，市长要有这个更高的志向，就基隆会变成北台湾最好的宜居城市。那这一点市长有什么新的愿景？对，感谢社长给我们的鼓励哈。的确，基隆它的天然条件是非常好啊，有海有港，所以短期内我们要加强它的一个内容部件，是孩子的啦，对，一般市民的啦，哦，那长者需要更多的长照日照，然后再来我们要布建我们的产业聚落，然后呢加强我们的交通连结，所以这几样我们通通都做到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有等同直辖市这样的条件，然后再来跟直辖市未来谈整合，这都是我们未来所需要。那我们也需要更多的预算，所以透过容积移转等等啊，我们也要创造市府更多的收入。好，那总之一样的，我们都会把基隆弄得更好玩、更友善，变得更有前景。好，我想今天啊，这个大家可以从谢市长的想法当中啊，可以看到基隆未来的愿景。我相信基隆人口不多但是它是一个很好治理的地方，所以我想以这样的基隆的这样的一个辖区啊，这是市长能够实践理想愿望，然后呢带给市民更美好生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起跑点我相信基隆会在您的带领之下呢，会让基隆市会更美好。我们一起努力。好，谢谢市长，谢谢社长，谢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